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12天16亿，力压热辣滚烫获得日票房冠军，赵丽颖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无可争议的是，春节档期的最大票房赢家非热辣滚烫莫属。这部影片上映仅6天便狂揽22亿人民币票房，迅速与同期其他电影拉开差距。时至今日，累计票房已突破30亿大关。紧随其后的则是《飞驰人生2》，票房成绩亦颇为亮眼，累计突破27亿人民币。相比之下，第20条在春节档期内的12天内取得了16亿票房，虽显得较为冷清，但在节后却出人意料的连续2天逆袭，力压热辣滚烫，荣登单日票房冠军宝座。这一逆袭之势甚至超出了导演张艺谋本人的预期。第20条的口碑同样经受住了市场的严苛考验，观众评论中好评如潮，剧情流畅引人入胜，久违的观影享受犹如丝般顺滑，无声的情感爆发极具震撼力。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仿佛再现了日常工作的点滴，笑点频现，令人捧腹。深入探究第20条成功逆袭的原因，影片以其深入人心的故事内容和细腻的人物刻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片名源自刑法中的第20条，即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解释。电影围绕一起涉及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故意伤害的复杂案件展开叙述。剧中，王永强、潘斌龙氏为给女儿治病而陷入高利贷困境，连同聋哑妻子郝秀萍、赵丽颖氏饱受村霸刘雯、经阿如那氏欺凌。忍无可忍之下，王永强在反击过程中用剪刀刺伤刘雯，经致其死亡，由此引发了对案件性质界定的激烈讨论。第20条之所以能够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弦，核心在于其真实感。主角检察官韩明雷佳音氏并非完美英雄，刚调任市检察院挂职就接手了这起棘手案件。办案过程中，他起初注重遵循法条与案例，倾向于将案件定性为故意伤害。然而随着案情的深入挖掘，韩明逐渐认识到案件背后的复杂人性和社会现实。简言之，第20条凭借贴近生活的真实故事线以及对正当防卫主题的深刻探讨，实现了从平凡小人物命运到社会法治问题的巧妙映射，成功逆袭并深深打动了广大观众。然而，一桩旧日见义勇为案件的当事人因对防卫过当判决不满，在申诉过程中不幸离世，而王永强妻子郝秀萍则在担忧丈夫重判的压力下绝望跳楼，他们的儿子更因阻止校园霸凌反遭起诉。这一系列事件犹如催化剂，促使检察官韩明转变原有的办案思路。他坚守信念，坚持认为王永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并最终得到了公正的支持。与同事吕玲玲、高叶氏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的坚定相比，韩明的执着是逐渐深化和演变的过程。电影巧妙地将观众平日不易接触到的法治进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中一句台词掷地有声：法律的目的在于让作恶者的犯罪成本更高，而非让善良人在维护正义时付出更大的代价。影片第20条成功地在现实主义和幽默元素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既无生硬说教之感，也避免了过于轻浮的处理方式。片中的大道理都通过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插科打诨传递出来。尤为精彩的是马丽和雷佳音之间的对手戏，嬉笑怒骂间富含深意。比如有一幕，李茂娟、马丽是心疼儿子被打，边给孩子擦拭伤口边气愤地表示要报警，理智的韩明却提出疑问：4个人打你才伤得这么轻？此话令李茂娟瞬间愣住，回以一句带着哭腔的责备：你怎么能这么说？实际上，韩明的意思是按照规定面部伤口未达到4厘米无法立案，
两人因此围绕4厘米展开了一场既让人啼笑皆非又引人深思的对话。电影中，夫妻俩在与霸凌者父亲协商的过程中，李茂娟面对对方的蛮横无理，愤然砸杯，大声疾呼，见义勇为还要道歉，今后谁还敢做好事？这样的场景深深吸引了观众，让人们意识到所有故事线索都在引导至第20条的核心议题，通过细腻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困境，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整部第20条堪称演技派的大集合，演员们炉火纯青的表演赋予了作品极高的演技含量。张艺谋导演慧眼识珠，挑选了一群能够完美融合喜剧、家庭和法律题材的演员阵容。马丽饰演的李茂娟性格直率且善良，角色情绪转换自如，前一秒忍辱负重向张主任道歉，后一秒便怒不可遏地抱摔对方，其生动演绎令人捧腹之余深感同情。陈明昊饰演的李茂全是个不着调的哥哥形象，对于外甥可能因见义勇为留下案底并不在意，但一听妹妹为此送出了2瓶好酒，立刻精神焕发，满口应承帮忙，却又只顾及倒酒，找来一位同样不靠谱的律师，滑稽而又真实。雷佳音扮演的韩明则以其独特的气质吸引眼球，表面常带笑容，应对群众时眼神却时时留意领导动向，即使远处也要小跑过去殷勤开车门，时刻把握机会在上级面前表现。这3位演员同台飙戏，每一句台词都掷地有声，使观众笑声不断。而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无疑是全片情感泪点的核心。她在剧中爆发的那场戏女儿失踪时，她一贯的冷静瞬间瓦解，满脸泪水，惊恐万分地质问韩明关于女儿的情况。即便没有台词，赵丽颖仍凭借精准的情绪表达，将角色内心的崩溃、无助以及愤怒的情感层次刻画得淋漓尽致，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此外，范伟、高叶、张译、蒋奇明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也在片中贡献了精彩的演出，他们的演技无需赘言，观众自有公论。综上所述，第20条观影体验让人们对吴京的一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当年《战狼2》打破国内票房纪录时，吴京曾说过：“我直接上了7楼，但中间的1、2、3、4、5、6层台阶不能缺失，否则我会摔下来。”影片的成功离不开扎实的基础和高质量的内容。尽管拥有张艺谋这样影响力强大的导演，召集一群优秀演员，随便拍一部电影或许也能赢得票房，但他仍然精心打磨每部作品的质量。春节期间，观众往往偏爱传统意义上的喜剧片，法律题材并不是大众首选。然而第20条能吸引大量观众走进影院，充分体现了大家对张艺谋的信任。事实证明，张艺谋这一次也没有辜负观众们的期待，用一部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艺术精湛的电影，再次赢得了市场的肯定和赞誉。